接下来关心俄乌战争最新的战况如何呢？俄罗斯已经连夺了6个城镇，前进红军村团团包围。那乌克兰继续炸掉库斯克的浮桥，就是避免后面再被追击。看到画面上，因为这个库斯克虽然在俄罗斯境内，他们进攻了一块的这个地方，但显然对于整个战情并没有帮助，反而呢想尽办法，现在在孤立的情况之下自己炸桥。那后续是不是可能被包围呢？因为俄军现在在乌东的顿涅茨克已经拿了6座城镇，现在往红军村现在包围团团包围住，越来越近。但只要再占领一处，离乌军重要的后勤枢纽就非常非常的近。过去1周，这个连续6个城镇已经进度非常的快。那么甚至库斯克已经准备要大反攻。这个炸桥的目的，乌克兰当然就是避免俄罗斯再大反攻喽。他们说单日就已经消灭了500乌军，俄罗斯的士兵还冲到了地雷地震区70枚连环爆。那在对于库斯克的这个乌军进行反攻的时候，可能还有更多的双方冲突要在这里进行，以攻对攻的争夺战吗？双方都想要以进攻的方式把战场的主控权拿回来。那么当然，乌克兰的媒体报道，乌克兰在库斯克这里已经不再向前推进了，就固守在原地，而大部分的占领地区都在防御俄军的进攻行动，是不是也被包围了呢？当然，乌克兰被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利，也是因为包括了能源设备哦，俄罗斯乌克兰虽然说它攻击了俄罗斯的7个地区能源设备，那在这些攻击的设备里，到底有没有造成长期的受损或对战情有帮助？目前不知道。的确有12个燃料储存槽在俄罗斯看到爆炸起火了，但是呢，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州州长也说，当地一个燃料储存设备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在波克罗夫斯克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办法抵抗俄军了吗？这个是乌军的指挥官、侦察官对外表示的。红军村一旦失去控制的话，整条战线就会崩溃了。那么这个战事影响当然会包括了全球的影响，在3个成员北约的国家里头，也声称自己的领空被侵犯了。白俄罗斯的边界陈兵说 CIA 警告有核战风险，因为有俄军的无人机就掉在拉脱维亚的境内。罗马尼亚国防部甚至表示，在8号，俄罗斯袭击了多瑙河对岸乌克兰的民用目标，还有港口基础设施的时候，无人机也飞到罗马尼亚的领土上空，所以会不会引得北约这方面也必须其他盟国一起来参与？不知道。但白俄罗斯官员倒是先说了，他们的安全会议秘书说，在白俄跟乌克兰的边境附近有一支1.4万名军事人员组成的乌克兰部队，他们也在强烈的关注当中。当然，中俄合作的这个动作，西方国家很关注，包括了北京表示，中国大陆、俄罗斯会在日本海举行联合军演地点就在俄罗斯近海的日本海。日本海这个位置又要引起日本的紧张了，因为鄂霍次克海下方日本北方4岛，日俄一直有领土的争议之外，那过去就有中国大陆利用东西伯利亚这个基地到阿拉斯加抵近运用俄罗斯基地的这个情况被发现，还有中俄共同开发黑瞎子岛那船只直接互相互通有无上个月中国的军机基建也2次进到了日本的海空域，日方一直非常的高度的关注跟紧张。那所以美国在南海这里引起的冲突或对峙，中俄就从东北亚下手吗？而王毅预计在俄罗斯也要出席金砖会议，为领导人峰会做准备。当然，到底双方包括了这个习近平跟拜登还会不会有见面的这个空间？现在两位总统候选人正在国内如火如荼准备辩论的时候，俄乌战争他们的关注只有说要撑久一点嘛？将军怎么看最新的战况？我认为乌克兰它跨境作战进入俄罗斯的库尔斯克这个地方，这个跨境出击我认为这个它是个战略失当。它这个时候应该置重点在乌克兰的国土防卫，因为它毕竟兵力薄弱。那重在防卫，他结果跨境作战，想要围魏救赵，把这个俄罗斯在乌东地区的部队抽调回去防卫，结果这个乌克兰这一方面的战略这个算盘没有打对，那个不但俄罗斯他没有抽调兵力回防，他反而把增援其他的这些后备部队上来做这个对库尔斯克乌克兰的部队做反击。那这样换句话说，
乌克兰在这一方面呢，并没有得到便宜。那他跨境作战这1万多人的这些部队呢，变成长期植入，长期植入会变成鞭长莫及，补给线过长，会造成他的这些辎重的像前运的薄弱，会造成战力的递减。第二个，乌克兰他的后备部队后援并没有上，他进入库尔斯克的这些大军能够夺得一时的这些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他没有战略预备队，因为他有这些战争的耗损，但是没有办法做补充，没有战略预备队做投入，那变成了强弩之末。那这样的话，在库尔斯克对乌克兰整个后续的战况会不利。那第三个，这些进入库尔斯克部队，不是只是乌克兰的部队，也包括国际的雇佣兵呢。国际的雇佣兵呢，它的横向联系非常困难，在语言甚至是武器装备的操作上，都会有些障碍的地方。那这样的话，这些在联系上、在指挥上都会产生这些问题。那它跨区作战的战力就变成事倍功半。那这样的话，对乌克兰来讲是不利的。那我们现在转到乌东地区，红军城。那红军城的话，因为乌克兰部队已经调离一部分走了，红军城就兵力比较单薄，那刚好让俄罗斯的乌东地区的部队刚好顺水推舟，直攻红军城。所以整个战略态势来看的话，对乌克兰当然红军城不利了。那现在进行三面包围，从北边、从南边、从东边对这个红军城进行向心攻击，那乌克兰怎么样去招架？所以我看乌克兰两边皆失，这个跨境作战到库尔斯克的也陷入险境。那在这个红军城的乌克兰的部队也陷入捉襟见肘的状况。那这样的话，对乌克兰来看，整个战略态势是不利的。那他至于能够顾多久，什么时候把红军城就被俄罗斯所夺去了，我认为是时间的问题。那所以来看，那在库尔斯克的他可能也守不了多久了。他如果不在在这个相对的时间之内做收兵的状况之下，会被俄罗斯各个击破。所以他在急着摧毁桥梁，急着摧毁他的油库，希望能够迟滞俄罗斯的攻击。但是俄罗斯在这一方面，他后续增援的部队以及铺路架桥的部队，维持这个交通线畅通之后，那对这个俄罗斯的战力就能够直接推展，对乌克兰部队可能会各个把它击灭掉了。那现在我们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讲到的，在这个日本海的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军演，它所指向的就是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跟俄罗斯有这个4个主权争端的岛屿，国后、色丹、慈武、泽捉这4个岛。这个4个岛最重要，日本很在乎的就是它的海域。它的海域的渔产是非常的丰富，但是它的陆地的面积只有5000平方公里，但是海域面积却非常辽阔。那这样子的话，因为在俄乌战争当中，日本有一些武器装备有支援到乌克兰，但是它透过美国转运过去，这一方面俄罗斯知道。俄罗斯知道之后，那因为俄罗斯跟日本有日俄战争，还有2次大战的这方面的历史上的这些仇恨在那边。还有领土的争端一直悬而未决。那刚好现在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之间经常都有战略巡航，那刚好也都是在日本海或者沃霍次克海，刚好就在岛屿争端这一方面。那有没有可能这个造成东北亚这方面的紧张的气氛？我认为一时两刻还不会有，因为毕竟乌克兰战争没有结束，在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不会另辟战场，所以目前来看，日本跟俄罗斯之间的历史的矛盾、军事上的矛盾，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矛盾，并没有这个实质上的矛盾。委员，当然现在俄罗斯的这个攻势越来越激烈那攻入的范围越来越大，北约其他国家当然旁边的也会一起担心跟紧张，但显然这个战事对乌克兰来讲还能撑多久，外界都很替他担心了。我认为还会撑很久因为欧洲国家喜不喜欢这个乌克兰战争是另外一回事，但他们担心的是，如果这场战争俄国打赢了，那俄国在欧洲就会有更激烈的军事上的作为。所以你像罗马尼亚啦，你像波兰啊，这些跟他还有这个波罗的海的那几个国家，他们尤其是害怕，因为他们都被苏联曾经占领过。在所谓的这个冷战的时期啊，或者2次大战结束之后，
被他统治过，所以这些国家反俄的气氛是非常高的。像匈牙利那些对俄国比较有好感的国家，毕竟是比较少，像南斯拉夫啊这真的是比较少。所以这些国家喜欢不喜欢，他们都希望这个战争撑下去，是到俄国呢自己觉得精疲力竭的时候和谈，让他再也没有野心会去侵犯欧洲的其他的国家。所以这个战争一定会打下去，这个会打到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久。这个2年前的2月24号，我那时候就讲这场战争一定打很久，因为斯拉夫民族很耐打，不是打人而已，被人家打都会挺很久。我一直举一个例子，列宁格勒打了872天，弹尽几乎可以讲不能讲弹尽援绝了，但是有些都发生吃人的现象了，就已经真的撑不下去。你看苏联的军队死了200-300万人，光是军队而已呢，他就撑872天。所以这个民主不会随便退却，尤其是普丁的个性。如果你退却，你用还掉所有占领的土地的方式取得和解的话，那我告诉你，普丁自己在俄国不是历史上，他马上就会有政治上的危机，他会被迫下台，搞不好连命不保都有可能。以俄罗斯人的那种激烈的那种个性来讲，所以这个战争一定会撑下去。对普丁来讲，我占领的土地不让我保有，我不求和。对这个泽伦斯基来讲，你占有我的土地，你不还给我，我也不求和。那美国只要波兰只要这泽伦斯基不愿意低头，德国也好，英国啦、法国、欧洲的国家加上美国，只有不住我把钱砸下去。除非川普当选。川普是个疯疯癫癫的人，谁都不晓得他下一步会做什么。他突然说命令说你就马上要谈和，否则我对你1毛都不再给你。他敢做这个事，他如果这样干的话，那很可能就有立即和平的可能。其他我认为不可能，这个战就这样持续下去了。其实俄国也很惨，乌克兰自己本身在苏联帝国的时代，就是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军事国防工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它本身其实是有人才的，不是没有，只是很多设备都荒芜了。现在希望帮它重新再建立，制造无人机，制造长射程的飞弹等等。你看乌克兰在这个战争里面也会越打越强的，它的军事力量不会变弱的，因为它会慢慢自己会建立起来。对欧洲、对美国，他们想摆脱这样子对你不断援助，说我干脆帮你协助你恢复国防工业的生产能力。所以它的生产能力会变强，不会变弱。你看，我们讲的这个伏尔加格勒的俄军的这个空军基地就被他无人机炸了一塌糊涂，他的无人机甚至也可以到达莫斯科去攻击。所以不要小看乌克兰这个战争哦，就是日本当时估计说，你看你中国就没有办法撑多久，就中国撑了8年了，对不对？何况现在这么多国家在支持乌克兰，这个战争真的会下去。我只想讲一下，就是真正的关键在所谓的东北亚这一带，就是朝鲜、中国大陆、俄国，你会不会达成协议？如果达成了协议，让中国大陆的船舰、商船军舰可以沿着图们江进入日本海，这个对东北亚的整个的局势就有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日本会受到极大的压迫，连南海都会受到极大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压迫。那会不会成功？你美国的压力对俄国越大，对北韩越大，对中国大陆越大，这可能性就变得越大。是李老师，对，我也觉得目前俄乌战争双方就是骑虎难下嘛。就是假设普丁说我退让，我让步，我折中，他也会影响到他的政权。那对泽连斯基、对乌克兰来说，但只有2种状况可能不打。第一个是民意说你不要打了，我不愿意接受部分的政治妥协，上谈判桌跟普丁谈判。这是一种可能性，但以目前来看打了现在2年半，我记得在几个月前看过一些民调有下滑一些，但基本上整体来说还是支持整体民意支持乌克兰抵抗下去。那第二个就是像刚才委员所说，除非是乌克兰重要的外援，尤其是美国的角色说，我不再支持你这么多，我希望你也上谈判桌，否则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不利。
这2种状况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出现，所以应该会打到底。现在就是比气长，比谁耐打。因为先看到的是一些包括士兵短缺啦、逃兵啊这些数字，双方都还可以再撑下去啊。即便是现在的这个红军村、红军城，从上个礼拜慢慢在数啊，距离多近、多大的包围圈，到现在，即便是他失去红军城、失去顿涅茨克最重要的最后的据点，也还可以撑下去吗？我觉得乌克兰可能还会撑下去。所以这个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这是战争，一般老百姓也是非常非常无奈。那我最后讲一点，就是讲到东北亚哈，那个俄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合作还是非常紧密。大家记不记得，在前一阵子普丁访问北韩，见金正恩，访问越南的时候，有一种讲法是说，看起来好像双方的这种状况有一个微妙变化哦，中国大陆会很忌惮哦，这个俄罗斯跟北韩的趋近。但老实说，从大的战略角度来看，俄中就是会这样走下去，他也没有分手的理由，也没有分手的可能性，就是相互唇亡齿寒。即便是有内在矛盾，但是都在美国的战略压力之下，必须得合作。所以，包括军事动作，包括前一阵子在做的这个中俄的战略巡航啊，这个轰炸机，这些都是重要的动作，政治动作。也不可能就是在牵制啊，包括美国，包括日本，所以这就是国际政治的大局势，很难有这种关键性的戏剧化的扭转啊。是，接下来看看经贸跟科技的话题哦。最新的数字是由中国大陆所公布的，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了6.1个百分比，也就是说历史同期首次超过了21兆元，进出口都非常的畅旺。而美国的参议员呢，则是检视哦，如果中国大陆制造2025还继续往前进展的话，包括了电动车、能源发电、造船、高铁这些4大基建这些产业啊，已经在全球有领先地位的时候，航太、生物科技、先进制程、机器人、工具机这些很重要，尤其是半导体。5大产业也取得了相当实质进展，接近目标的时候，当然美国会很担心，希望阻止它继续的进步。而美中的科技要互相围堵、互相对决，当然还有个关键，科技民生用品咯。苹果大家外界期待了好久啊，是不是真的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呢？很多的果粉熬夜看苹果的发表会，尤其是他们还同一天，包括华为跟苹果同一天发表新机。那果粉有2个原因。认为 iPhone 16悲剧，为什么呢？没有诚意吗？那因为新功能的2大亮点大概就是 AI 的应用嘛，但是新增的拍摄控制按钮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AI 的科技应用呢，看起来是 Siri 的模式提升而已。那网友会觉得，跟想象中的有落差呀。那 iPhone 16被认为颜色丑啦，新功能不吸引人啊。在所有的这么多款的机型的变化里，新的功能没有创新，是不是让果粉没有这个吸引力？那以至于整个股价就当美股在这个利多消息里头在大涨的时候，苹果却没有庆祝行情，甚至还小幅下跌了股价，是不是完全没有符合华尔街期待的涨价？还是先前已经涨过预期心态的涨一波，所以因此没有影响呢？后续就要看销售量来才能知道咯。不过在华为跟苹果同一天发布撞档，外媒关注这个消息的时候，当然也是看看在中国大陆这么大的市场里头，苹果跟华为2010到2022的销售数字啊。当2007年苹果推出 iPhone 之后，销售一路飙，双方的这个死亡交叉点大概就是在2020开始啊，因为华为被围剿嘛，甚至被各种的晶片战啊，甚至还逮捕人等等，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出货量暴跌，曲线下滑，几乎到了底呀。但一旦到了今年，你看看新的这个乘势而起之后，销售量完全不一样。现在所谓的中国大陆加上内卷啊，还有一些民族的意识的关系，今年初开始，中国大陆的手机销售数字，华为已经开始超越了苹果。所以新的3折手机如何，还有 iPhone 16比一比，先来看看这些画面上面看起来，非凡大师到底有没有这么厉害？折叠哇，看起来就是一个平板的这样的大小，那看起来这个接缝的地方也还蛮流畅的。
的确蛮吸引人的，难怪以很高价的价格，光是这个创新性是其他的品牌目前市场上比较没有看到的。跟 iPhone 现在所推出的新的这个功能，看起来让大家有点失望吗？那尤其是华为的余承东在新品发表会说的2个功能亮点，除了 Z 型的折叠设计3折之外，还有拍照方面，主镜头已经搭载了6400万像素的感光元件，支援4K 影片啊，还可以有超级的夜景功能，所以晚上拍光线不足也完全没有问题。过去有卫星的功能，那现在看起来又要进阶。现在在华为的3折手机预购人数已经超过300万人了，价钱很高但已经有这么多的预购。那平价的 Mate 部分呢，也即将提前发布。接下来双方的对决就看到底销售额跟预定额是不是符合双方的预期。委员。刚讲哦，其实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权力的打压，它不是它单独这样做，它还结合其他国家，像日本啊、南韩啊，还有像印度啊，像尤其是欧洲这些国家，对中国大陆进行全面性的这种高科技啊，甚至贸易的这种打压，你不能说没有凑效。其实某一点程度来讲，中国大陆现在的某些层面的经济的萧条跟这个是有关的。我昨天看到一个消息，就这2天，乔治亚理工学院 Georgia Tech， 这在美国是很有名的一个理工的这一个学院。他说，因为涉及到敏感的科技，当然是美国政府施压了。他跟中国大陆深圳啊、天津啊这些大陆学术界啊、企业界的合作全部终止。如果美国在持续更加的加深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对中国大陆这样一个打压。中国大陆是真的要吸收新科技的能力会变弱你像现在的这个晶片就这样，它要晶片自己生产，可是你的良率如何？你可以生产7奈米，你的良率呢？对不对？那你3奈米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呢？因为他就对这个荷兰就施压嘛，对阿斯莫就施压嘛，所以这个不能说很乐观的说这都没有问题，中国大陆都可以克服。那你就告诉我嘛，你7奈米的良率在哪里？3奈米你什么时候可以做得出来？说是有影响的，但是呢，你美国说要把中国大陆给掐死，让它窒息，我认为他做不到，因为对于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而且国家这个政府的这种意志力这么坚强，然后民族主义这么昂扬的一个国家，你没有办法把它掐死的譬如说像华为，因为你的科技你在大概全面来讲，你进行打压，但是某些地方你就是不能打压不了，因为它已经超过你了嘛。譬如我们讲华为，你看美国用尽的手段要把华为掐它的5G啊，要把它掐死啊，掐它的手机啊。你看它现在就慢慢就重新回血了因为它已经大到它已经有足够的资源，而且政府大概也给它一些的协助，它就可以站住我脚。这不是你美国可以完全可以把它打垮了。譬如我刚刚讲的说Rubio 讲的造船业，它的造船造的速度又快，在国际上又很有竞争性，它的价格。所以你说你美国说要阻止其他国家说你们船不要给中国大陆造，那人家就说你美国替我造船好，你自己船都造不出来，还叫南韩帮你造军舰了，你要造什么？对不对？所以你就很难打压。譬如说讲高铁也是，还有譬如汽车的电池。所以就中国大陆一定会度过一段非常辛苦的那种日子，因为美国的施压，不管哪个人当选总统 ，Harris 也好啦 ，Trump 也好啦，这种打压力道会越来越强。要到哪一天呢？到有一天，其他国家觉得说，我配合你美国这样子去封锁中国大陆，我自己损失很大，我才不愿意跟你配合呢。有没有这样的国家？当然会有啊。你像巴西啦，像南非啦，这些国家。他就会觉得说我干嘛这样跟你配合？我马上可以给你例子，埃及，这个是最新消息，因为埃及刚好大买歼10要取代美国的 F-16，这也是第一次出口到非洲去的。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你美国很多的做法，在全世界人家是不支持你的。譬如说你在加沙走廊的这个政策，你让以色列肆无忌惮的屠杀这些巴勒斯坦的人民，我问你，这么多的回教国家，你认为这个国家都可以都看得顺眼吗？他们都会接受你，没有能力就算了，有能力可以做选择的时候，他就不选择你了，或者是故意选择中共，让你给你吐槽所以这个就是说，全世界你美国
是真的是超级强权，但只能说你不是上帝啦，你还没有办法像上帝这么大的力量把中国大陆给掐死。但的确，大家都要承认，中国大陆要度过一段非常辛苦的日子。但是美国也不见得 hold 得住了。现在那当然，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科技战除了在法令上互相在对峙，当然最新在武器上也传出来，埃及准备要买中国大陆的歼十取代美国 F-16，将军怎么观察？我认为这个因为运油20加上这个歼十 C1，它有个这个出口型的，它到埃及去做表演，那有推销，除了推销歼十 C 之外，它可能我认为它也要推销它的运20哦。它运20在发展的话，也是成熟的，因为不管是飞到欧洲的这个塞尔维亚，飞到南太平洋的这个东加王国，还有飞到整个巴基斯坦，还有飞到埃及，它这一方面的成熟度还有可靠度都达到一定的标准。那现在埃及它也有 F-16啊，埃及的话，那现在它要希望向美国买 F-35，美国不可能卖 F-35给埃及嘛。因为以色列，他卖给以色列，怎么卖给其他的阿拉伯国家？那变成这样子，那埃及就可能会打这个中国牌。那中国牌，埃及它有118架的教练巴，向中国大陆买的，所以埃及的那个喷射高级教练机是用中国大陆的那中国大陆的，它现在已经用得很成熟了，然后要换装这个歼十 C， 那可能只是一步之遥，因为它平常就用的是中国大陆的系统。那现在可能是不是要打这个中国牌？我认为可能性非常高。如果美国再不卖它，那可能就买中国大陆的歼十 C 了。因为对埃及来讲，埃及非常重视它的空军，因为我们知道在第5次以阿战争的时候，这个埃及啊，这个马上在第一时间就被以色列把它整个的空军基地都摧毁，所以埃及吃了亏，它没有空权，地上的这些陆军的部队全部吃了亏了，所以他知道埃及非常重视空军。是这样子，那现在希望向美国买这些飞机，如果美国在这方面有所限制，那它可能转市场就向中国大陆买。中国大陆在这方面也逐渐成熟了。因为我们来看中国大陆它现在它的在2023年去年的出口是3.38兆美元，进口的这个金额是2.56兆美元，所以平均每一年中国是这个我们讲到顺差就是出超了，出口比较多嘛。就8200亿美元比较多，所以中国大陆的外汇多了，它可以选择性的要买什么东西。所以这个美国虽然跟中国大陆有贸易战，但是问题是中国大陆，你看，包含美国的波音公司看到中国大陆向法国买空中巴士，波音公司就会吃味我波音公司就希望中国大陆的广大的航空市场，而且中国大陆现在是4500架的民航机，将来要达到9000架民航机市场还非常大。那这样子的话，换句话说，中国大陆现在就是积极以它所赚的这个存的外汇存底，曹总的外汇存底，针对美国的大厂要买哪些东西，它有这个操控权，买方市场的操控权变成这个样。所以美国要对中国大陆在进行经济战、贸易战、智慧财产权之战、科技战，美国还是会有所估量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这次美国大选有个主轴，当然就是要拉回美国制造，但有那么容易吗？所以议员在提出来所谓中国制造2025产生的忧虑。对，因为卢比欧这一次他是出一个是检视的报告，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制造2025大概是在10年前当时李克强在两会他所正式公开说要有10年的行动方案。所以卢比欧这位参议员，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是对中强硬派，而且旗帜鲜明。他其实在几年前就出过类似报告，因为明年是2025年，所以他在今年又出一份，就是叫做《中国打造世界》。其实他把这个10个主要的领域里面也做了一个评分评比。其实基本上来看，他认为说，基本上中国大陆已经实现中国制造2025，因为在10个项目里面他认为有4大产业，中国大陆已经是全球领先，不只是领先美国，从电动车、能源，还有包括造船，特别到造船是包括不只是讲辽宁号，
讲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军舰的制造的速度跟品质，也讲到包括民用的很多的船只，各式各样，也包括最后一项是高铁。那高铁大家就不用多说，基建，美国也承认，代表说不只是内部，而且是外销到东南亚，包括现在在非洲，还有在欧洲部分地区。那另外有5个产业啊，他认为说，包括航空航太、机器人、工具机、生物科技、半导体、先进材料，他认为说这5个领域里面，中国大陆还并没有达到全球领先，但是有长足的进展、显著进展。尤其他还点到是半导体，半导体他说在先进制造里面，设备还有设计，的确中国大陆比不上他的竞争对手，但是有长足的进步。最后一项没有领先的是农业科技，所以10个项目里面4个全球领先。5个有重大的成就啊，可能有些地方跟美国伯仲之间。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国际国内议题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战略学者任玉芳，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仲老师，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大家好。来看看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包括了在美国的部分被说，这个礼拜有很多跟中国有关的法案，但美国众议院则是最新通过了一个台湾冲突嚇阻法案。虽然大家都在看明天辩论会2个总统候选人最新的各种表现，有没有中方的议题，有没有台海的议题，但最新这个法案却说锁定中国高官的资产可以嚇阻反台吗？怎么嚇阻法？他的做法是透过揭露中国大陆的高层领导人在全球的资产，切断他们跟家人使用美国金融体系的权利，冻结资产。这样子，中国就如果万一选择攻打台湾啊，或做一些所谓的他们不认同的做法的话，就可以依这样的做法，让他们没有办法去包括运用金融系统、资产运用，这样子他们就不敢打台湾的吗？这样可以嚇阻吗？但明年国防预算对我们来说的确增加了很多，其中很多就是要给美国的啦哦。美方最近的预算增加400多亿，大部分都是为了美军提前付款。所谓提前付款是什么？就先交个保证金、前期的款，但是我们的武器迟迟很多都还没有办法进到台湾来。114年度军费再度创新高，那海军获得499亿最多，其中那个军投案啊，203亿用在延迟交付美军的军售里头。部分美制的武器进度超前吗？那么被说我方被迫提前增编预算，明明听到先前的这个武器都还没有来，这个时候怎么说是预算超前，必须要提前付款，因此要多编预算，其实真的很难想象了哦。因为光国造潜舰海鲲号，大家讨论再讨论，本来说是今年就要完成海试的，像前阵子的消息才说延到明年的3月，现在又更往后延了，因为有70项的测试都没有过关。那现在呢，说要延到明年的11月才可以交舰。那因为这个预算非常的惊人，高达了14年是有2840亿，平均每艘潜舰的成本是400亿美元以上哦。那因此现在蓝营有讨论说，是不是要把预算给冻结，还不知道。但国民党立委这样扬言，但海军直接说海事还是没有办法在明年3月一拖再拖之后，还要到明年11月才有可能交舰。一言再言，到底这个品质如何，外界也无从得知，是在赖清德所谓收蔡英文任内的这个政见跳票吗？收烂摊子吗？我们不知道。但是王定宇回应怎么？他说，如果找不到任何缺点，我们才会觉得非常奇怪。所以要对国造潜舰有信心。它缺点是重大缺失，有70项，测试都没有过，所以一直迟延。这个只是缺点吗？那还有海鲲号这个70多项的缺失里面，学者说发现缺失改进才是好事啦，不影响目标。哇，好乐观！但这么多的钱跟经费，可以这么轻松的了事吗？那现在呢，国军的战略是不是改变了？叫台湾人去送死吗？这个报道会这样说，是因为陆军114年到115年编的预算里有一笔是924万3000元，办理城镇战训练场核生化训练场的新建工程先期规划案。那这个城镇战就是
刺针飞弹要派出所扛，那要在城镇战里面消耗人命。显然已经有这样子的这个政策跟规划里头，在我们的国防部里头。而明年呢，还有金马奖被说要狂增4倍，什么意思？就是军方到时候抽到明年义务役，金门啊、马祖外岛的暴增人数725人，是今年的会是4倍喽。过去2023年的时候，王定宇怎么说的？哦，义务役金马奖错了，是不想去的不会去，想去的还不一定能去呢，还要抽签排队呢。那大家真的想去吗？要暴增军援已经不足了，那在比例上有更高要往外岛走。那当然，年轻人他愿意吗？我们的军力又如何的在当中提升？将军，我们先看看呢，现在抗中保台啊，各种的做法，军方增列预算，却有助于我们的武器可以真的提升吗？我认为第一个是要看我们的这个军售款，有的都已经预付都付了，我们很习惯就知道银货两讫。那现在钱付了，东西拿不到。现在武器装备的这个新陈代谢、推陈出新非常的快速，那我们钱先付了，但东西没到货啊，那怎么会这个样？我认为国防部是不是要积极去击催？为什么不交货？我们这些都是跟我们建军备战急需所要的。两岸情势毕竟不同，那我们的态度是不是太过于消极？应该积极去向美方提出邀请，因为我们是买家，买家是付钱，那付钱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又以消极在那边做等待，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建军备战是不是就消极了？我们在建军备战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又太过于散漫了？我认为在这一方面，是不是要积极来争取，向美方来做积极的交涉？那要钱的速度很快，但是交货的速度却很慢。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呢，有必要来做检讨。第二个，我认为这个海鲲号去年的时候就已经下水了，结果没想到的问题那么多，70多项。那当初的时候，在下水的时候敲锣打鼓啊，拉彩球、放彩带，好像这非常了不起。结果一看，问题多，怎么会产生这个状况呢？还没有下水，结果就有瘦马效应了。那时候我特别去留意，还没有下水，怎么会有瘦马呢？瘦马是经过下水之后，经过压缩之后回来之后，恢复到1大气压，它可能就有瘦马效应，那个排骨的形状就出来了。还没有下水是新的，怎么就有瘦马？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呢，是不是出了很大问题？是不是吹大牛建军？我认为是要务实建军。那个建军打起仗来啊，可是刀光剑影，那可是非常这个战场上是非常严酷的考验。我认为在这一方面，我们宁可说的少，做的多。但是现在建军完全相反，说太多，说一大堆，哇，如何吹大牛、敲锣打鼓？结果一看，原来那么多的缺失，我们才知道，原来是这个状况。我认为这样就不好了。我们宁可要实实在在。就不要去务虚，要务实。我宁可有7分证据啊，讲个6分话5分就好。现在不要有3分证据讲8分，那后来说这个会让民众、社会大众对国防建军这一方面失去了信心。我认为心理更重要，所以我认为我们要实实在在，然后进度有多少就不要咱们赶工超前，我们就是那么慢，那就讲出来，我们就是那么慢，不要一下报了很多大家皆大欢喜。后来的时候由后人承担，这个后面都有进度的延宕红区装备拿不到了，黄区装备没有办法如期如实完成，绿区装备的话，工厂又没有办法交现货，哇，那么多问题都出来了。那这样子，当初的为什么没有做风险管控跟进度管理呢？专案管理的原则又到什么地方去呢？这些都是大问题我认为建军备战绝对不是可以开玩笑，其他的或许可以开玩笑，建军备战使不得。我认为要非常的严谨。我们认为这个态度啊，我认为要赶快改正，因为我希望感觉到有些政治人物啊，喜欢吹大牛、讲大话、吹牛，结果事实上都没做到，因为我都在验证啊，不是113年的时候年初就要完成吗？现在113年了，已经到达9月了，还没有完成呢。我都一直注意到是相关的进度，那当初为什么讲那么早呢？那这是不是为了争取预算呢？还是为了争取绩效？或者可能受到哪一个方面，还是为了争取某一方面争取选票的考量呢？结果现在呢都没办法来印证了，来有所交代了。我认为这样子会对国人、对社会大众、对国军这一方面的信心会受影响呢。所以我认为政治人物不要再操弄了，政治人物不要再吹大牛了，政治人物要来务实，不要有这个证据不够啊，就在那边吹大牛。那我们现在来看呢，就是说这个
这个国军的战略的考量啊，就是说要这个寸土必争，或者是要打城镇战。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呢，千万不要在这一方面一下就把自己划到底线了。为什么我们不善用我们的海峡天险？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都有74海里，140公里，有这个状况，为什么不善用？为什么一定要就开始好像现在都在准备打城镇战？我们这一方面呢，一看呢，我们的进度是不是都落后了？乌克兰战争的模式啊，这个无人机打来打去，甚至有无人这个机器狗都已经上战场这做验证。我们在这一方面好像在各次的演习当中，连无人机在空中在做侦察都没有是不是跟这个国际的实际上的战场的需求，跟整个战争的这种武器装备的发展都有一个相当大的落差？我认为在这一方面，我们台湾防卫作战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在这方面，我们在心理上跟物质上好像还落差非常的大。委员过去是在立法院非常专业，在国防委员。预算当时审了那么多年，如果像目前海鲲号这样的预算编列模式，或是还有提前要很多付款要给美方的，您当时在立法院的情况，您会同意吗？我来讲一些比较具体的东西了哈，我就讲海鲲号好了。我想很多朋友们不会怀疑我支持潜舰国造的立场。中华民国第一个潜舰国造决议文就是我写的，还在陈水扁的时候是最后促成。潜舰国造第一笔预算也是我跟高部长在立法院国防委会要来的，从那国防工业发展基金里面先要的钱开始启动的，所以我是支持潜舰国造。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你花了很多的时间，这些大概很多都要去摸索，这我是会同情的，因为要从无到有嘛。但是我会谈一下这个经费的问题，因为当时陈水扁的时候，美方有些来推销潜舰。那时候大概一艘的钱，大概也是大概12亿左右，美金左右。当时大家就觉得实在是很贵，国际行情当时大概就是2亿到3亿多美金而已，这非常的贵了那现在我们自己造那我们现在就来讲钱。我先讲一下日本最新的潜舰，叫做大金棘，就是很大的那个金鱼，大金棘。他们一艘造价多少钱呢？800亿日币。好。以今天的日币对那个台币来讲，就是1块台币等于4.46日币，所以再怎么算不会超过180亿台币，而且日本的那个传统潜舰是跟德国一样，在全世界是有名的什么苍龙级，我讲大金级比苍龙级要更新的一级最新的那他们的一艘是800亿这个日币。就等于大概180亿台币，我都把它多算了一点那我们现在造400亿，可是人家上面有水下决气系统 AIP， 它这个潜舰可以在水底下潜航至少3个礼拜，我们没有 AIP， 就是这个就已经省了很多的钱了。所以我第一个要先质疑的就是说，没有错了，第一艘从无到有一定要多花点钱，可是你未来的每一艘。都要到达400亿台币人家造一艘只要170亿台币，功能什么都比我们好很多，里面的设备。那我们400亿要造一条，那人家可以造几条？这是没有道理的。维吉尼亚的核子潜舰，美国维吉尼亚级的潜舰，一艘大概是目前大概32亿。好，那我们。要500亿台币，你去算算看，那是不是？人家我们在一艘多就可以买一艘核子潜舰了。所以这个海鲲号贵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是值得去研究。我现在我们有一种说法有一些指导就是说这东西我们没有我们要去买花多少钱我们都应该买下来，因为这个对我们太重要了。错了，你不能这样讲的。我们要买的东西要精打细算，因为每一分每一毛都是国民的血汗钱，所以不仅要买得到，要买得好，而且要所谓的这好里面要包括买的便宜，这个价钱太荒谬了。我讲实话，没有办法接受。你这个讲出全世界都这个是冤大头，对不对？人家最好的潜舰一艘180亿台币，我们要400亿台币，这个价钱差太远了，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这个要去解释。你说你第一条造出来哦，这个海鲲号大概要花400亿、500亿台币，我们就认了。你到后面的后续的潜舰，你还要花到400亿去造一条，这是全世界的天文数字。传统潜舰在全世界没有这么贵的。而且能不能用还不知道，因为有70项缺失，一直在延后，我是这样，缺失是一项一项可以改啦。我不会像某些人认为说，我们这个潜舰最后没有办法下水啊，下了以后呢，沉下去就浮不起来。我认为海军以我们的海军的水准，不会干这么差的事情啊。哦，海军不会放行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是你用这么贵的价钱去买这样一个潜舰，我是认为这个是有一点不蓄这个。就没有体恤人民啊！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不是说买得到多少钱都没有关系，那就要高端啦、那打一剂高端800多块钱啦、你觉得这个价钱怎么样？对不对？是教授呢？怎么看在美国通过了这个台湾冲突吓阻法案，真的能吓阻吗？其实很有趣哈，因为这个法案的内容就是说哈，假设中国大陆动武的话啊，他要扣押中国大陆高官跟他的亲人在全球的账户。但重点是啊，这一届这是众院通过的，那参议院未来会不会通过不知道。但目前在众院排队通过的类似所谓的叫做抗中法案，其实它有10几、20几个，其实是包山包海、琳琅满目。仔细去看内容，其实什么都有。有的是说要防止干预大选，有的是说要防止这个包括一些外国势力，包括中国大陆在内购买美国的农地，因为有国安的威胁。还有的是说要禁止采用、使用、购买中国大陆先进的下一代的这个大疆无人机啊，这也非常特别。有的是说要禁止购买啊这个中国大陆出产的电动电池，包括宁德时代。还有的说是要求美国的国安单位停止去资助一些大学，只要这些大学拿到中国大陆资助的，所以这些都是包山包海。我觉得后面还是反映出啊中国目前美国境内的一个氛围啊，而且是两党共同的一个氛围，有点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绳，那种焦虑感其实非常多，而且尝试要找到一个共同的敌人，显然跟选票有关。我觉得这个是后面当然会有一些它的政治考量。那第二点哈，我仔细去看，其实我觉得这几年美国所通过的类似法案大概有2大类。第一类我们通称是友台法案啊，就是跟强化台湾相关啊，比如说最早2018年台旅法、台湾旅行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都在川普任内。还有所谓的台湾保证法、台北法案，就是要加强台湾的防卫啦，让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啦。但是到了这几年哈，我觉得有更多在国会大概都没有真正通过的法案很多，雨后春笋，比较是从抗中为出发点，这两者其实不能放等号的。但是可以看到那个力道的这个重大差异，还包括一些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国会好几年都在讨论，这个战略竞争法、中国竞争法、创新竞争法。就是以中国大陆为假想敌，把所有里面你能够用到的工具去一一去做一个想法，比如说钳制中国大陆发展。但我觉得最终我们还是要知道是那么多法案，即便是过去通过的友台法案，其实回到最根本就是那个 TRA 啊，1979年1月1号生效的台湾关系法，那是最关键。但是这样的一个氛围，我觉得未来在几年内的美国国会还是一样的。大家会竞相以提出抗中法案为一个我对中强硬，我有选票，我可以获得老百姓的支持，我的形象是铁汉，是非常强硬的。